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横膈膜，日本烧店的话，它是一定要点的部位。早期哈拉米这块肉就是一块垃圾肉，这肉好嫩，超嫩的。我没有想到外裙肉煮火锅这么好吃哎。然后我们来吃风门柳，为什么香港人这么爱这个当做打边炉？非常的不错，我觉得完全不输牛小排，美牛小排。我觉得超好吃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横膈膜。那在日文的话就叫哈拉米，如果你在日本烧店的话，我觉得哈拉米它是一定要点的部位。一般来说，横膈膜它有分内裙、外裙，然后还有一个后裙外裙又叫薄裙啦。因为看它其实这3块里面它算是比较薄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记，就记外薄，它就比较薄一点点。然后这一块它其实硬要说它是横膈膜的话，也是可以在那个2条菲力的中间贴着脊椎骨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是感谢广元商贸来赞助我们这些那种内裙跟外裙呢，今天是热锅的热天和牛。那这一块它是一样是澳洲和牛的 Oaken。我们先说哪一块比较好吃好了。一般来说啊，最贵的会是后裙，对，因为它相对比较厚一点，所以它拿来当牛排的几率也比较高，因为它切面会比较大一点点。它在香港叫做风门柳在香港也算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块肉，他们很喜欢拿它来做火锅，他们觉得这块肉是一块很高级、很好吃的肉，因为它风味够，然后又够软嫩，非常适合拿来做涮涮锅这些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外裙，肉很薄没有错，可是因为它比较软嫩，它比起内裙来说，它软嫩很多，所以说它的价格也会比较好，也比较受欢迎。在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受欢迎的就是内裙，不过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切好的话，也是蛮好吃的。这3块肉呢，有趣的是，都是可以拿来做烧肉来使用的。它在南美洲，它会拿来当做是牛排来使用。美国也很喜欢，可能跟墨西哥菜的影响有关系。以前他们这是不要的，现在他们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被低估，然后而且很好吃的肉，因为他们风味很足。有可能美国人已经吃腻了菲力啊什么的，所以他们觉得要来尝试一些不同的。我不知道啊，只是他们的纤维的确相对的粗，所以对口牙不好的来说呢，你就要考虑一下怎么样子去切它。那有趣的是，这个外裙、内裙在牛身上都会有2片，对，它都是2片这样子的，一个在外，一个在内，就这样子。其实大家不用太考究它到底在哪里，因为反正你拿到你就长这样子。对，除非你今天是在屠宰场，对，可是你们都不在屠宰场，对吧？通常都是对称的，内裙、外裙都那么大片，然后它就只有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它比较贵是合理的。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去认识它们跟分切它们。我们现在先来开这个是内裙肉，对，你可以看它其实相对厚一点啦，然后它也是这3块横膈膜里面稍微比较硬一点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打开。我们还是把它全部拆开给大家看一下，这3块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我觉得差异最大是价格，我觉得吃起来不一样。等一下我们会试给大家看啦。对，这是外裙，它也是一包是给2块的，一块超小的外裙，这个也太奇怪了。再开这个是后裙，这里面最贵的一块。哇，这次保存状况非常好，几乎没什么血水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3块肉，它目前是长这样子。我们就说外薄嘛，就是它就是比较薄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它内裙比较薄，对吧？这边比较厚一点啊，它卷起来了啦，就长这样子。差异就在这里，这样大家可以看出来。如果你会用的话，这会是很好吃的肉。可是如果你就它很薄，所以它切起来也是很难切。你看它的肌肉的油花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跟这边。这个就比较看不太出来它的油花，对，是内裙肉，然后它的纤维也是内裙肉肌肉纤维这么粗，然后外裙肉肌肉纤维就稍微比较细一点点，所以吃起来口感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我们现在修行内裙肉，内裙肉呢在澳洲它不算是内脏肉，它算是分切肉，所以它是分等级的。那这一块肉很简单，我就先把它就是先卷一下，把它的油拿掉。这个肉啊，其实你的油不用修得太轻。修得太轻的话呢，会没那么好吃。再来就是耗损很大，对，这块肉的重点是主要是筋膜要修掉。有些用剥的就可以剥掉了，可是你剥的时候要小心啊，因为它的肌肉很松散，如果你太用力剥的话，它会散开来。像这边你太用力剥，它就会散开来。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直接把它切成适当的大小再来修。
也是一个方法。然后我看这边就是筋膜了，明明显显的它就是一块筋膜，那你就是要把它就是拿掉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很粗的一块肉，很像腿肉的感觉，可是它当然没有腿肉那么硬啊。我决定我还是要把它切成2半，我比较好处理它。可是如果说你筋膜挑的完全太干净，一些小的筋膜也挑掉的话，它肉就很容易散，所以像这边就比较散一点。这块先放旁边。内横膈膜，把它变2边，可以看一下哦，它纹理是长这样子，这样，然后这边是这样子斜的。所以说你在下刀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斜刀，然后再斜刀，才会它的面比较大，因为它这个肉实在太薄了，它就这么薄一片。然后像这种很薄的地方啊，基本上就很难用，很容易变耗损。我们先来切烧肉片好了。烧肉片的话，我通常会选比较稍微厚一点的地方来。这时候要注意的是，你不能就这样切过去，也不能这样子切，你要稍微把它切成你要的大小。譬如说你的烧肉片本来就这么宽吧，你要这样子一口大小的这么宽，你就要先切到这个大小来。像这样子，这样这就是它的切面，就可以开始切你要的烧肉片，要尽量逆纹，就是斜这边，然后再斜这边。然后这块肉啊，很多人会为了让它切面更大一点，让它看起来很大片，他们就会切得很斜。可是很斜的话呢，肉就会很硬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两难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来切一个很斜的给大家看好了。正常你在很多烧肉店看到的就是会长这样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它的纤维就很长？这边比起来，油花就长得不一样，纤维就差很多，口感会差蛮多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切牛排好了，我们就切这样好了啦，所以就整块这样拿去烤。再切一块刻刀的好了，切刻刀的话就是正反刻花，稍微断一下的筋。可以打开的，这会烤起来比较快熟。把肌肉纤维断过了，所以会比较软一点。现在我们来处理外裙，外裙肉跟内裙肉长不太一样，脂肪的构造会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这个用剥的就可以拿掉了。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切成适当的大小吧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手去剥，然后刀子稍微辅助一下就好了。对，真的不行的，你再用刀子去处理筋膜。对，这个就一定要拿掉，不然你到时候吃起来会觉得很爽，很训练你的口牙。挑筋的话就用反手比较好挑。今天明显没有想要教怎么修，对不对？其实就只是把表面的脂肪修掉，这也没什么好讲的，因为它这块也没有筋膜了，筋膜已经被一开始连分切厂那边就拿掉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好修的，太无趣了。哦，这一面几乎都是青的。好啦，就这样子，一下就完成这一半。早期哈拉米这块肉就是一块垃圾肉，屠宰技术跟冷链还没有那么好的年代啊，这块肉很容易被污染啊。反正你只要台湾的黑白切，你看到都会被当作是垃圾，可是现在都很贵，就垃圾摇身一变，变成都是稀有部位。那这个我觉得它一开始也是比较便宜的肉，其实它现在还是相对很多肉是便宜的啦。以它的好吃程度来说，我觉得是 CP 值很高。对，我们一直在拍垃圾的地方，大家都不要什么背肩呐、和尚头啦，都快要变垃圾肉频道。因为我觉得一点都不垃圾，我觉得只要你会用，就很好吃的。那我觉得是不用再修得太轻了啦，这些脂肪我想要稍微留一些在上面。外裙啊，它就是稍微的比较整齐一点，就是这样子。肌肉的纤维只有这一块啦，这一块稍微斜一点，这边都很直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比较好处理一点。先拿一块来当烧肉片，这个就可以切得很大方了，这形状就很好看。然后要斜刀会让它面看起来比较大，所以记得要斜刀。这是烧肉片，这真的很漂亮。再切一些火锅肉片、烧肉片，那就比较有点松散了。这块肉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个一样来切个牛排好了，选这个比较不完整的地方。牛排我们要吃很大块吗？这样会不会太大块？一半啊，熟辣你。
牛排。那这个，那我就拿来写柯文哦，这样让它比较快熟。我们只是断筋而已。好啦，现在第3块风门柳就是后裙肉，其实横膈膜都一样，就是把胸腔跟腹腔给隔开的部分。这边过去就是食道，这还有个食道口在这边，这块就比较要花一点时间修了啦。对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筋膜相对的是厚实的，毕竟它就是一块需要这么多筋膜去保护它的一块肉啊。那我们就来修吧，这地方我先把它切开。有筋膜尽量不要把它切断，不要切断的话比较容易可以把其他的一起都割下来了。摄影师开始叹气，这一块没那么好解决，他手很酸。我们主要就把筋膜修掉，跟刚刚一样，留一些脂肪在上面，不用把脂肪修到太轻，脂肪也是可以吃的，只是太多的话会太腻而已。哦，但这边就是会有这个结缔组织，就把它修掉。换一把刀，反手我喜欢用弯一点的刀子。这好难去哦，这块肉比想象中麻烦一点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哦，它这边有一条筋，然后到这边它其实是2个不同的肌群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朝这边嘛，这边是朝这边，两边的方向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边沿着筋膜把它分开来。所以为了找到那个点呢，我们就要先把外面的先修掉，就比较好找。好，那这一面我们就先修下来，然后筋膜应该是在这一侧，这条筋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筋。好，这边这条筋就下来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这边稍微修轻一下，这个食道口的地方记得把它清一下，这边也会有一些小筋膜。那基本上风门柳切出来就会变成这样子，2块，中间的筋膜去掉就会很好吃。然后一边大一边小，因为是有分惯用侧的啦，就是它可能左撇子或右撇子，那一边就会比较大。那一样，我们先看它的肌肉走向是长这样。那我们先来切一些烧肉片好，那你看这个纤维是长这样子嘛？如果你这样子切下去就会变平行的，就会很丑。切刀给你看，是不是？就是平行的。就没有逆纹，是顺纹的，所以我们要反过来这个方向切，看到没？然后一样斜刀，这个我切比较薄，等一下拿来涮火锅，切个烧肉片好了。那这边因为它就没有像刚刚这样子的纹路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切。这肉好嫩哦，超嫩的。然后牛排吗？这块拿来做牛排，感觉也是有点奇怪。不过，等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试试看这一块。那我们现在都分切完了，等一下来吃看。对，辛苦的试吃时间，你们一定觉得我会教你们怎么样做火锅汤底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没有要做，没有。我们今天直接用现成的，我今天就是打算直接用好的汤底。本来想说弄涮锅汤底，可是今天的肉是相对比较重口味的肉，所以我们就选一个比较浓的汤吧。这个是内裙肉，然后外裙。再来就是这个风门柳后裙肉，理论上来说，后裙肉是最适合拿来做火锅的，对，因为它最软。然后内裙肉应该是最不适合。不过我觉得就是内裙肉，如果说你好好的就让它煮久一点，拿来好好炖，因为它里面的筋膜很多，好好炖也是很好吃。那我们来吃肉，这个肉就很容易这样散散的。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它不是很怕煮，就算煮久也不会怎么样。吃吃看，加一点盐。果然是有嚼劲的肉，我觉得蛮有咬劲的，蛮好吃的，而且它味道很甜。然后搭配这个豚骨汤，也稍微煮久一点，煮到透都没关系。我觉得是好吃的。
外裙肉，理论上比较嫩的，因为我觉得它都可以再煮一下，煮一下反而是好吃的，然后火不要太大。我来吃吃，软超多的，软超多的啊！吃吃看，你吃吃看，你2个吃吃看，软超多的啊！外裙涮火锅很好吃你都忘了加盐。哎，你拍一下，你拍一下。你不要拿别的东西沾它。开始搞了，讨厌他也不是这样子。我没有讨厌他，我没有讨厌他，真的。哎，这块给你拿去沾一沾。我没有想到外裙肉煮火锅这么好吃很不错这软嫩度差超多了。差很多，真的差很多我想要再吃一点。然后如果说你看，如果有一些小筋膜没有修干净，它就会稍微卷起来一点点。我觉得完全不影响它的味道因为它那个小筋膜也蛮软的，我们刚刚吃都觉得没什么没什么差异性。真的很软。然后我们来吃风门柳，我们先吃这个比较看起来肥的地方，刚好这边有比较肥的，这个比较瘦的，来试试看。为什么香港人这么爱这个当做打边炉？试试看到底是什么？先加盐，免得出事。到底魅力何在？我是没吃过它拿来做火锅，超软，切这么厚还可以这么软，天啊，是超软的！我真的觉得这个切厚的话，它反而是好吃的。切厚可以感觉到那个很 Q 很弹的感觉，超级好吃。然后我们弄一下这个比较瘦的地方，也是厚的，这本来应该是烧肉片才对。我真的懂为什么香港人这么爱这一块拿来煮火锅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如果慢慢煮，稍微再煮久一点，应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，另外一个口感。超厚的，然后又是比较瘦的地方。真的很 Q， 真的很 Q， 我觉得很好吃。比较油的地方吃起来会更有弹性，我觉得可能是跟筋膜有关系。目前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风门柳，后裙又拿来煮火锅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再来就是外裙，内裙实在太有咬劲了一点。火锅就到这里，我们接下来换烧烤部分。我们现在来吃烤肉的部分。对，我们先从内裙开始。这个是内裙肉，内裙理论上相对比较硬一点。刚刚是没有的。来，是这一块肉味非常浓，这好大块哦，等下可以切2半吗？风门柳，先吃我们就先吃到应该是最嫩的部位，切一半。好嫩，虽然有油脂，可是我觉得不腻，蛮好吃的。好嫩，那筋也是香的。然后这个是内裙。稍微有点 Q 起来就可以。内裙也很好吃，它味道比风门柳还要重一点，可是它的那个风味是清爽。我们来烤这个这个刚刚刻花，然后快速的梅纳表面梅纳反应，肉比较散。快断。这个我想直接搭配我们今天的绿酱，阿根廷烤肉奇异果酱，来试试看它搭配牛排的感觉。好好吃哦！
我真是天才，这样搭配真的太棒，搭配起来味道也太棒，这样很好吃。哎，换你了，来吃一下，先吃。哦，应该有收到一些啊。来 test 1、2、3，有。哎，那我们来试试看那个搭配那个橘色酱，我们来吃这个，看起来比较瘦的。再来一块这个外裙。哎，好了。这个是内裙、外裙、凤门柳，切起来质地又差很多。我们搭配这个黄酱看看，看看哪个酱比较适合。还可以，可是我觉得味道可以再重一点。内裙真的好好吃，可这个酱在内裙上面，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突出，没有那么惊艳的感觉。阿根廷酱比较大，我很少家会这样做，就像一道菜会搭配不同的配料或者蘸酱，所以每一块肉的确它适合的东西会不太一样。来烤这块，要烤比较久。好了，牛排。我觉得直接用这种烤炉烤牛排要有点技术。这个是可以烤到全熟的牛排，赞！我烤工还 OK， 自己夸自己，看起来就很赞。吃中间的好了。我觉得牛排比烧肉更好吃。风味更浓厚，而且吃起来更多的味道。然后奇异果酱，因为它肉比较多，所以奇异果酱完全可以搭配它，然后把那个味道整个提出来。发明这个酱的人真的天才啊！我们今天吃了好多肉，好，我们再次感谢广元商贸，就是提供这些肉给我们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肉呢，我会把它切一些出来，然后放到我们的频道会员，让频道会员来抽奖。频道会员应该已经有拿到一些肉，就上一次那个背肩的部分，对我应该有切1板或者卡塔肉丝给他们。这些肉的部分我们都会切一些出来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然后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你们小小的赞助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拍片的动力。对，虽然肉是厂商赞助，可是可乐要花钱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试了这3种肉，然后我觉得目前像这个欧肯的风门柳，就是后裙肉跟Le Gource 内裙跟外裙，我觉得都还蛮好修的。以今天修清的状况，我觉得他们的筋膜大部分都拿掉，然后剩下一些脂肪，看你要不要拿掉，不拿掉也没关系，然后剩下一点点筋膜残留在上面，所以可以很快就修清它。然后的确，我觉得内裙的话，我会比较想要拿来做炖煮。那风门柳，我觉得最好吃就是拿来涮锅。对，我觉得它真的是涮起来实在太好吃了。然后内裙我觉得拿来煮火锅也是很适合，可是我觉得它烧烤更能表现出它那个浓郁的肉味。风门柳跟外裙呢，我觉得拿来直接做牛排啊这些也都没有问题。我们刚刚吃的也就是牛排，真是肉味非常的不错，我觉得完全不输牛小排这样子，美牛小排。然后像外裙肉，我觉得拿来炖煮的话，或者拿来清炖成汤的话，我认为也会很不错。这3款肉其实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味道更纤细一点点，然后搭配好的酱啊这些的，其实就可以把它整个味道都引出来，然后不会很腻，然后而且风味是很足够的一块肉。对，这是我会去日式烧肉店我一定会点的地方。然后如果会处理的话，真的很好吃。所以并不是一块以前大家认为的垃圾肉，我觉得完全不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donate。
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到留言区留言。然后如果这些肉如果我有卖的话，如果我有卖的话，我会丢到资讯栏里面，然后或者是你们直接上我们官网，你去 Google 火星主厨回归之旅，就会出现一个网站，应该没有假的，就只有那一个那个房，里面会有一些卖肉跟课程的部分，怎么教你修肉啊这些课程，磨刀修肉，然后会卖些肉，会卖些刀。可以去我们官网逛逛，蛮有趣的。可以加入我们赖社群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，可以跟你讨论各种有趣的东西，然后会有很多有趣的商业八卦之类的，只是八卦，没有证实，就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靠，今天吃肉吃到快死。